好，欢迎就到案现持续来分析中东现在的最新情势，我们要带你看懂背后的脉络。美国现在呢，动作是边谈边派兵，怎么说？他们调度了更多的军事力量，持续在往中东做集结。而伊朗方面呢，也不示弱哦，因为伊斯兰革命卫队哦，持续是对美以的单位发动了攻击。25号的时候呢，他们就把目标对准了美国的航母林肯号的身上。那美军证实啊，确实有受到伊朗对林肯号发动的攻击，而且数量还不少哦，有101枚的飞弹。还好啊，这个林肯号的设施算是很先进啊，全部都成功被拦截了，所以是毫发无伤。但这个对于伊朗来说，它的战略目的已经达到了嘛，因为林肯号被攻击了，它势必就不会待在这边当活靶子，所以它也移动了。那么这个就逼退林肯号的目标达成。那么伊朗扬言呢 ，I'm watching you 哦，虽然你已经离开了，但是我还是持续关注你的位置，感觉有什么风吹草动，其他的这个武器继续往你身上招呼。所以伊朗扬言紧盯这座海上堡垒的同时呢，伊朗的军方还做了什么事情？也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开始展开了全面追捕。这个全面追捕可能是地下的一些模式哦，更多的这种谍报战正在上演。好，现在海面跟路面通通都有行动。李阳军想请问，你现在看这个战场，我们现阶段走到一个哪个阶段性的步骤了？首先我认为说是，如果说伊斯兰的这种导弹要攻击到林肯号，可以说是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在林肯号绝对不是就孤零零的一艘航空母舰在这边哈，它周边有很多的所谓的护卫的军舰，包括伯克级的驱逐舰等等在里面哈。然后第二个来讲的话，这个林肯号自己本身它有预警机，你任何导弹或者是飞机接近它，它都可以实施预警。他自己本身也有战机哈，对。那之所以说川普说这个发射101枚导弹，我觉得川普也是在乱讲了哈。为什么？因为以伊朗现在它的导弹是很珍贵，它不太可能会浪费101颗的导弹，但是有可能是无人机哦，有可能是无人机。那川普把它讲成导弹是。那要拦截这些无人机来讲的话，我想说以林肯号自己，因为如果说是这个见证者136，它的时速只有100多公里，如果这艘林肯号距离只要海岸线300公里来讲的话，你这个见证者在海上就要飞3个小时。我们合理来算，这3个小时足够林肯号可以很充裕的时间，它起飞它的战机以后，将你的无人机击落哈，根本连导弹都不需要浪费。就算是你真的接近到它这个2-3公里之内，它自己本身也有方阵快炮可以将你击落。通常一艘航空母舰它的防卫的半径是400公里包括它的预警范围能力以及它能够拦截的范围大概是400公里一个半径这种长度。所以说伊斯兰这个如果说要打到林肯号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为什么不可能打不到？他还要这样做？我觉得他很明显的就将你林肯号逼退距离我海岸线最少这500公里之外，才能够确保你的安全嘛。如果说你在400公里之内，我无人机万一不小心这个总是有漏网之鱼，如果真的打到你，你就吃亏受不了。所以那往后退对伊朗有什么好处呢？它可以争取它的预警时间我们现在昨天我们上一节我们还在讨论的就是美国有一架 F-18战机这个传说中被伊朗击落。F-18战机就是从林肯号起飞的，因为 F-18就是林肯号的舰载机，而且他后来说这个坠落在这个阿拉伯海，那可能性极高，它可能被击伤以后要回到林肯号的中间过程之中是不是受伤有没有回去我们不晓得了，这看美军去这个讲。但是关键就是重点是说这架战机是从林肯号起飞的，应该是没错。那如果说我将你林肯号逼退到400公里或500公里之外，当然我就可以增加我预警时间，增加你攻击的困难度，因为你在海上要多飞这个500公里这么远。那这个我们知道海岸线距离德黑兰还有1000公里这么远。那当然你如果达到我的作战领空这个依照你的油料，你可能本来预计可以有30分钟的滞空时间、留空时间作战。那因为你消耗掉你的航程之后，你的作战时间可能只剩下10分钟，不够你攻击。我觉得这个是战术上的一个运用。可是你要打航空母舰这个伊朗是打不到。可是有一种方法可以逼退、击落航空母舰，那就由最强的堡垒要由自己内部来做攻击。福特号不就是被击落了吗？可是是不是这个伊朗
发射导弹去打到福特号，不是，是福特号自己的官兵在里面放了一把火，把洗衣房烧掉。那我们现在看到福特号因为这把火就回到希腊去拯救去了。所以最强的这个堡垒要由内部攻破。这个福特号证明了这句话给我们看。了解。好，现在不止这个美军的林肯号被盯上了，伊朗也对另一个敌对势力呢持续发动打击，就是以色列。继续对特拉维夫这个狂轰猛炸。那如果说这个三方战争有一个人在把敌人打死打残之前，他都不想结束的话呢，那就必须是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了。所以他之前就下令，往后的48小时要继续全力轰炸伊朗的军事设施，就是要抓住每一可能进行弹劾之前这个短暂的窗口，把握时间哦，我能打多少算多少。而且呢，对黎巴嫩南部哦，以色列也是大有动作，他们派遣了这个地面部队去占领哦。但这个举动是让联合国都看不下去哦，呼吁要尊重黎巴嫩的主权，好不好？那以色列呢？好，你要当这个一战再战的硬汉没有问题，但是总理大人作为这个国家领袖啊，他不带头表率，自己的妻小呢先送去美国，好不好？先安全。好，这不就是标准的哈？这个我争了很多。人家的儿子上战场了，然后自己家的呢送去美国，这是把人家西北料，很标准的一个双标。所以这边有2个问题想请教来宾哈。首先就是以色列这个毫无收手，持续加强轰炸伊朗，甚至扩大征兵到40万这个后备军人的举动，是在盘算，如果美国要抽身了，不玩了，那我以色列也是要独自跟你伊朗，还有你背后这个什叶派的势力，我要继续跟你死磕到底吗？教授？我觉得可能不完全要朝这个角度来看哈，因为我觉得以目前以色列所面临的处境，坦白说，对于内塔尼亚胡也好，对以色列也好也不利。他已经被边缘化了。本来是美以联军啊，就是联合对伊朗作战。可是您看现在传出来的所有的美国要跟伊朗进行谈判的时候，没有以色列的份了，是他被排除在外了。这叫做什么？被边缘化。那也就是说，现在对以色列来讲，它越来越没有安全感的问题是在于，如果美国跟伊朗他谈好了呢，那我以色列怎么办？是。那因为伊朗现在已经提出5个条件了，这5个条件里面有一个条件赔偿，坦白说好解决了。因为按照美国过去的案例来说的话，他赔偿可以叫日本人付钱，因为以往就是日本人就是付钱嘛，还有可以叫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相关的国家付钱，美国人是不会付的，可是他叫可以相关国家来付，所以我觉得这个赔偿这个问题不大。是，可是它比较大的问题是在哪里？是因为伊朗这一次的要求是连敌对的国家都要全部都要停止战火。那敌对的国家就包括以色列对于黎巴嫩真主党南部，也就是黎巴嫩南部的攻击，以及包括对于也门胡塞组织或者是对于哈马斯的攻击哦。这个可以广义解释，没错。但是更具体的来说，就是对真主党的攻击已经列入谈判的条件内。可是你看，跟以色列有关的谈判，以色列没办法参加。这个对于以色列来说的话，他已经没有安全感，而且很明显的，美国特朗普完全没有意愿，也没有意思要内塔尼亚胡来跟他来谈判。换言之，也就是说，这个如果真的是有谈判，目前来讲是没有谈判了，目前来讲就是传话而已。那川普也好，本人也好，或者是他的发言人，把传话上纲到说这就是谈判。坦白说，这个在严格谈判的定义上来讲是行不通的。是谈判我们可以分为直接谈判跟间接谈判，可以。直接谈判就是我跟你直接谈嘛，那这就是我们两个在一个物理空间的相同的情境下，我们两个就直接进入谈判了。那间接谈判，也就是我们也可以在相同的物理空间，可是我们进行间接谈判。例如说，我跟这个副秘书长这个他假设他穿梭于我们两个之间的矛盾，那我有什么话跟他报告，跟他说，他来跟你说，然后你有什么话跟他说，他来跟我说，可是我们两个就是不谈。对。那这个也可以，这个也可以叫做谈判，这叫做间接的谈判，可以在同一个物理空间的情形下。那目前美国没有进行到这里，目前美国只是透过第三方做传话。是好，那美国把它做成谈判，可是连传话以色列都被排除在外，他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他已经被战争边缘化了。而且你看现在所有的新闻报道，没有人在乎以色列他打了伊朗什么。但是
更多的报道是以色列被伊朗怎么打。那你可以感觉出来，就是内塔尼亚胡本人也好，他政党也好，或者是他对于面对他的反对党国会来说，他越来越孤立了。那对于他来讲该怎么办？那当然就是动员，把美国人拖下水，不让美国人脱离战场。因为看起来是要脱离战场，所以如果不让美国人脱离战场，最好的方法是把地面部队投进去。如果能够把地面部队投进去，扩大这个战火，扩大这个战场的话，包括对于黎巴嫩南部的一个占领，包括对于伊朗的一个直接的一个攻击，甚至地面部队投进去的时候，你美国如何脱身？那当然，这个就涉及到一个风险。这个风险最高的就是什么时候美国的白人跟犹太人跟美国的犹太人翻脸？因为当美国的白人真的跟美国的犹太人翻脸的时候，美国的犹太人还是会怕的。平常他可以有雄厚的资金，可是一旦翻脸了，那些地位资金就不重要了，因为随时可以把你没收。好，我们第二个问题要请教杨老师哦。其实之前台湾也讨论过非常多次，就是一旦当国家领袖或是其家属拥有我们所谓的双重国籍的时候，然后一旦遇到危机时刻呢，我自己先落跑这样的讨论。现在纳坦雅胡的妻儿送去了美国比较安全，但是在以色列内部就引起了一些舆论的炸锅。那你觉得这件事情有道理吗？内塔尼亚胡2个儿子，一个女儿。这一次的问题是他的二儿子叫阿夫纳。不过阿夫纳这个情况是比较特殊，因为2年前2024年的时候以色列跟就是也受到伊朗的轰炸的时候，他的儿子其实要结婚，叫阿夫纳，结果后来就婚礼延后。婚礼延后到什么时候呢？到2月底的时候，今年的2月底，所以他等于是今年又再一次的延后。是那当然他的结婚对象应该是美国人。所以整个婚礼延后的2次，他自己都觉得对不起他的儿子跟他的太太。所以，然后我就没有再看到相关的新闻，是不是因为他这一次要去准备婚礼？那准备婚礼是表示战争要结束吗？我们也不知道。人家在打仗，你在结婚，还是说是因为战争可能都要这个扩大征兵了，所以叫他赶快走？不会，因为他其实年龄也不小，之前也当过兵差不多10年之前的时候当过兵，所以。我却不是很清楚，说他们为什么这个时候要离开，是不是跟这个婚礼有关啊？那但是内塔尼亚胡，美国很早之前就说，这个战争是一个人的战争，就内塔尼亚胡的战争。对。但他把川普卷进去的时候，去年卷进去，今年更整个扩大变成一种战争。那可是呢，现在川普要去跟内塔尼亚胡切割，显然伊朗也要去分化美国跟以色列。所以内塔尼亚胡这几天呢，就扩大对于真主党跟伊朗的轰炸攻击，因为他怕美国可能会达成一个很快的这个协议。可是他扩大征兵，他也担心马上战争如果结束，被美国要求要结束的时候，他怎么回应？对，他因此要把这个情势弄得更僵。那如果被迫就是停战的话，那接下来10月7号的这个选举。他本来就已经不看好了，经过这一次的战争，而且以色列我刚刚提到死亡18人，受伤5200人的情况之下，其实城市的重建会很多的怨恨的，所以对他的选举也会不利。因此，他是不是要把这个战争再扩大？那我们现在最担心的是，他会不会直接就等于是针对伊朗的能源设施或者是岛屿进行攻击，然后使得伊朗被迫要扩大反击，而使得战争。就完全没有回头的路，而谈判当然也变成这个机会不大。那这个是内塔尼亚胡现在可能大家会担心他的作为。是，好，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跟3位专家来专业的分析哦。伊朗这边评价好用的不对称作战是如何一点一滴消磨掉美军的耐性，还有他们昂贵的防御武器了。而这一套战争经济学呢，究竟谁玩的比较溜？我们马上回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